又要逃？刚刚我就说过了，你逃不了。萧炎金眸一动，一道金光再次射出，闪电般的洞穿空间，直接将武灵拳魔的那片空间封锁而下，直接将武灵拳魔困在其中，让其无法再次逃遁而去。好，够狠！既然你想将我逼入绝境，那么本魔就与你奉陪到底。随着武灵拳魔的话语落下，体内瞬间涌出如大海般的魔气，在自己的身后空间急速汇聚，一道巨大的魔影便是伫立于这片虚空上，身躯上散发出能够让所有神兽都感到绝望的暗黑之力。巨大魔影之上还有一双暗红色的眼睛，诡异的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万丈魔影之中那滔天暗黑之力急速地汇聚在这双巨眼之中。随着拳魔的力量急速朝着那双巨眼汇聚而来时，下方的所有众神兽一脸骇然地望着这一幕，那恐怖的巨大魔影魔光竟是暴涨起来。这片天地所有的光芒都是魔影所散发出来的魔光吞噬，直接让天地陷入了一种无尽的黑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并给他们的视线也是受到了影响。看来大人要施展真正的底牌了。神龙感受着这片天地间的可怕魔气不断的呼啸而出，令他才知道对方的实力早已经超出他很多很多了。当时自己还有想法，就是想要将其击杀，如今这样的念头怕是再也不会产生了。心里还是非常庆幸自己没有背叛对方，不然自己的下场怕是非常的严重了。如此磅礴的暗黑力量，萧炎他还能抗衡得住吗？圣龙族的大神斩尘声道，表情也是非常的凝重。刚刚还以为胜券在握，现在看来对方也留了一手。我们只能相信萧炎了，如果他都无法抗衡，我们更不可能，也只能认命。圣龙说着，双手紧握了起来。如果是刚刚萧炎还给他们一些希望的话，但现在对方施展出的这股力量简直非常的可怕，仿佛能够吞噬天地。然而在他们在抬头看向上空时，一片黑暗的天地中，那双红色巨瞳高高挂在其上。仅仅是这一看之下，他们体内的神力竟是异常的躁动起来。哈哈哈，是否见过这一道魔像？武灵拳魔的笑声传荡而开，震慑这方天地。这一刻，他就是最强之魔一般。暗黑魔像吗？萧炎身上的金光不断的闪动着，眼神微微一凝。这一具魔像与之前他所遇到过的相差不大，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暗黑魔像比起之前先天神所施展的要更加恐怖，更加强大，强到令众生灵都无法呼吸。正是暗黑魔像，所以既然你刚刚要我死，那么我便拉你陪葬。暗黑魔眼。随着武灵拳魔的声音落下，这暗黑魔像的那双红色眼瞳中瞬间有着无尽的暗黑之力疯狂的涌动而出，竟是化为一道超大的暗黑之眼，扫视着四周的一切，最终锁定了萧炎的身躯，射出一道暗黑之光，直接划破这黑暗的世界。见到无比可怕的攻势向自己袭来时，萧炎再度运转体内的焚老给的力量，金光闪耀起来，照亮了四周，然后手臂一挥，金光直接被凝聚成一道金色之龙，对着那暗黑之光迎刃而上。两股力量在碰撞的瞬间，天地都震颤起来，大地也是不断的开裂，天空都是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那声势无比的浩大。由于视线受阻，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下一刻，一股可怕的能量冲击波直接轰击在了下方的众神兽身上。受到惨痛的叫声响起后，这些神兽的身躯竟是直接消散而去，然后又有着很多的神兽发出惨叫声，其中包括圣龙族，也有神龙族和龙盟之人。大家快退！神龙和圣龙都对着自己身后的大军怒喊道，他们的实力已经达到4重天位神，可以用神魂力量探知一二。所以就在他们刚刚说完话后，又是一道可怕的冲击波轰在了他们的身上，诸多身影直接被这股力量再次抹杀，而且神体和神魂皆是瞬间消散，同时也让得他们感到害怕，再也不做停留的想要逃离此处。然后正当他们要离开之时，暗黑魔像便是伸出自己的手臂，对着下方那群想要逃跑的一处笼罩下。都不要走了，全部给本魔留下，成为暗黑魔像的献祭者吧。巨大的手臂直接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空，这时就连神龙族和龙盟之人都害怕到了极点，怎么这魔物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神龙大人，救命啊！救命啊！那些神龙族和龙盟之人个个大喊出声，结果根本就于事无补。那巨大的暗黑手臂直接狠狠地轰在了下方的所有神兽强者身上，瞬间大地激烈地摇摆起来，然后那些被击中的神兽强者身躯直接爆炸成了血雾，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然后这些血雾最终被一股力量掌控，暗黑魔像魔嘴一吸，将下方的全部血雾吞噬而尽。原本就非常可怕的魔气，此时变得更上了一层楼。萧炎也不曾想到，这武灵拳魔如此阴狠手辣，竟然连自己人都将其杀害，成为暗黑魔像的祭品。哈哈哈，人类，现在本魔就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就算你有焚神之力又如何？我这暗黑之力也不输于你。下方已经有着一大半的神兽强者已经都化为了血雾，其余的神兽强者也即将成为暗黑魔像的献祭者。大人，你为何这么做？我们只要将圣龙族和祖龙族之人抹杀即可，为何连自己人都杀？神龙再也忍不住地喊道，这与之前合作的完全不一样。蠢货，你没看到这人类小子的力量吗？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们都会死。想要活命，就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武林拳魔的阴沉之声从上空处传了下来。神龙一听也是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对方说的有些道理。现在萧炎的实力的确很强大，如果不施展一些非常手段，就算是这位大人也不是其对手。只要能够让自己统治万兽神界，成为最强的龙神，牺牲一些自己人也何尝不可。想到这里，神龙对着四周逃散的众神兽之人怒斥道：都不要逃，给本神龙安静一点。只要你们为本神龙牺牲，待我成为最强龙神时，自然会想办法重新让你们复活。听到神龙大人的怒斥声，那些还在逃窜的神龙族以及龙盟之人身影都是停顿了下来。毕竟他们不能不听神龙的话，如果今日逃走，日后神龙大人还是会将他们杀之。而且刚刚神龙也说了，就算他们这一次牺牲了，神龙大人成为最强龙神后，会想办法复活他们。既然说到这份上了，他们也只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大人，击败那人类，我愿意牺牲神龙族以及龙盟所有人。此话一出，虽然神龙族和龙盟之人都有所准备，可是还是心生一丝死亡的恐惧。真是好狠毒的神龙，竟然为了击败老夫，甘愿让自己人全部作为暗黑魔像的祭品。粉老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再度响起，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神龙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都愿意牺牲自己所有人，还真是对他刮目相看了。萧炎站在虚空之上，周身的金光不断的绽放着，六重天卫神的力量在这一刻也是释放的淋漓尽致。然而随着神龙族和龙盟之人的全部牺牲，作为暗黑魔像的祭品，虚空上的巨大魔像上的那双红色眼瞳也是愈发的鲜红起来，仿佛有一股来自无尽暗黑世界中的能量滔滔不绝地灌入暗黑魔像内，使得暗黑魔像的暗黑之力变得更加的恐怖起来。甚至此刻暗黑之力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能够轻易地将五重天卫神之下的神旨全部吞噬，将其神力同化成魔之力量。萧炎的神色在借助粉老力量后，首次出现了一丝凝重，因为这暗黑魔像的力量，怕是已经强大到非常恐怖的层次。粉老、神龙族和龙盟的人作为祭品后，这暗黑魔像好像变得更难对付了。呵呵，老夫说过，今日这武林拳魔必须死。暗黑之力虽然变强大了，可是在我眼里，这种程度的暗黑之力不过尔尔。说完，粉老在焚诀空间中双手摊开，其上浮现出越来越多的金色能量，冲上天际，使得焚诀空间内都出现了金色耀眼的光芒。顿时间，萧炎便是感受到一股自己体内深处有一股更加强大的能量喷涌了出来。小家伙，想不想看一看大神技之上的神技力量？大神技之上，那不就是绝世神技？萧炎也是身躯一颤，在听到粉老这般说的时候，内心之中已经被一股震撼之感所代替。绝世神技，萧炎可从未见过，也不知道绝世神技究竟是多么的可怕恐怖，而且绝世神技他也从未遇见过，在那些五重天卫神身上也都是大神技。至于绝世神技，恐怕唯有一些站在神界之巅的那些超级神指身上才有的这些神技吧。绝世神技，万物焚化。粉老的声音淡淡响起，旋即便是操控着萧炎的身躯，然后双手开始做出诡异的印法，焚神之力暴涌而出，先是凝聚出龙，后面马上又变化成凤以及其他万物生灵的形态，仿佛所有的一切万物它都能够凝聚出来。甚至在凝聚了万物的形态后，一股恐怖无边的力量也是悄然的降临至这片充满黑暗的天地间，金光不断的散发而出，看不清楚这一道绝世神技最后的真正形态模样，不过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能量，怕是已经达到了连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以及那武林拳魔都不敢想象的可怕程度。竟然是绝世神技，真是该死啊！暗黑灭魔光，武林拳魔也不敢有所怠慢，既然已经将神龙族和龙盟之人全部献祭，这暗黑魔像的力量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程度。虽然说对方的绝世神技也很强，可是也不一定是自己暗黑力量的对手。旋即，暗黑魔像红色的眼瞳中迸发出一道黑色的魔光，随着魔光的暴涨，空间开始崩塌而下，天地间所有的万物生灵都是感受到了死亡。那黑光的恐怖程度也是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就算是一名六重天卫神的超级神知，都不一定能够硬抗住这一可怕的暗黑力量。下方除了神龙之外，还有部分的圣龙族之人，他们则是被萧炎的焚神之力护住，不然的话，他们也早已经成为暗黑魔像的祭品。萧炎他太强了，就连绝世神技都施展出来了。圣龙他们也早已经惊掉了下巴。要知道，绝世神技就算是他们圣龙族的先祖都不曾拥有，最多的也就是准绝世神技。可刚刚萧炎所自施展出来的乃是真正的绝世神技，如此神技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都是非常的罕见。在这黑暗的天地上空，魔光洞穿虚空，与那散发出极其耀眼可怕的金光能量轰击在了一起。然而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爆炸之声，而是那魔光在接触金光的瞬间，那处空间便是变得扭曲动荡了一下，空间裂缝浮现又恢复。只是在这一瞬间的变化，那暗黑灭魔光的力量竟然消失不见。紧接着，那道金光瞬间出现在了那巨大的暗黑魔像上空，然后金光暴涨而起，最后竟是化为了一道流动的金色液体，倒灌在这暗黑魔像的身躯之上。原本还是充满着无尽暗黑之力，此刻这暗黑魔像的所有力量
皆是在这浇灌而下的金色液体给逐渐的焚化而开。金色液体的所过之处，空间再次扭曲，而后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如此诡异的一幕，让得圣龙等人都大惊失色，就连神龙此刻也是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简直就是无可奈何，无比的绝望，更不能有什么反抗之力。就好比自己沉入大海中，不管如何挣扎，都是无法逃出大海那波涛汹涌的海浪呼啸。这怎么可能？神龙嘶哑出声，最后自己的计划竟然全部毁在了一位人类的手中。就连这位神秘大人都不敌一位人类，如果连武林全魔都败的话，那么他们神龙族和龙盟就彻底的完蛋了。刚刚又献祭了全部族人和龙盟之人，如果都无法击败一位人类的话，那么他神龙怕是与死了差不多了。被浇灌而下后的暗黑魔像发出痛苦的呐喊声，此时已经有2/3的身躯已经被那金色液体覆盖，周身的暗黑力量也是开始消退。见到这样的场面，那武林全魔直接惊掉了下巴。他引以为傲的暗黑魔像竟然就这样被对方轻易的击溃，这也是他首次遇到最强劲的对手了。当年自己可是用这一招硬抗住6重天卫神的那些超级神之，如今在萧炎的面前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该死的焚神力量竟然坏了本全魔的好事，不可能，这本不该发生的呀！一声怒喝声在这片天地中响起，武林全魔双手抱头，近乎无比的疯狂。但是要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反抗呐喊都无用，因为只能眼睁睁看到对方那可怕攻势将自己的暗黑魔像尽数的吞噬而下。随着那金色液体将暗黑魔像完完全全的覆盖之后，所有周身的暗黑气息在这一刻也全部消失不见。那久违的光明再度恢复了过来，圣龙和神龙等人也是被这突然光亮起来的世界不太适应的提起了手臂，遮掩了一下视线。带着缓缓的适应之后，他们再度将目光投射在上空处，只见得那里此时2道身影伫立虚空。武林全魔那双眼睛狰狞无比地望着萧炎，反观萧炎还没在刚才那可怕的神迹力量中回神过来。刚刚的那一道绝世神迹乃是焚老所施展，在见识到了绝世神迹的力量后，直接也认识到了绝世神迹的恐怖力量。大神迹在绝世神迹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没想到焚老竟然有这等连第1等级世界中都非常罕见的绝世神迹，真是让萧炎大开眼界了。焚老，我知道你很厉害，可是却远远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你简直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萧炎在回过神来后，便是传音给焚老，这也是他第一次见焚老施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了。但是这样强大的力量还只是让焚老施展出6成实力而已，如果火力全力，那不是直接能够让万兽神界都可以毁于一旦。呵呵，小家伙，刚刚我就说过，今日这武林全魔走不掉，接下来将其斩杀了吧。焚老回应道。收到焚老的信息，萧炎的气势也是再度暴涨了起来，发出低沉之声道：武林全魔，你的死期将至，准备怎么个死法？哈哈哈，你以为击败了本魔就觉得自己很强吗？今日我陨落，其他全魔日后肯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我看你逃到天涯海角都会被找出来，你逃不掉的。武林全魔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有丝毫的惧怕，甚至直接对着萧炎大放厥词。然而萧炎也没有被威胁到，毕竟萧炎的体内有着一位深不可测的焚老，就算其他全魔来了也照收不误。今日我能够击败你，那么日后我同样可以击败其他全魔，就算是你们灭神府大灵全魔来了，也是同样这样下场。萧炎的声音淡淡传出，不过每一句话传入武林全魔耳朵中的却是铿锵有力。哈哈，你确定是你击败本魔的吗？你刚刚的那股力量应该不属于你自己的，而是借助一道非常强大的神魂力量，就是这道神魂力量才将本全魔击败，而且还败得很彻底。闻言，萧炎也是一惊，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发现了焚老的存在，只是不知道焚老被发现会不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在萧炎这般猜测的时候，焚老的声音响起：呵呵，小家伙，不用担心，就算老夫暴露了也不妨，毕竟刚刚的战斗我释放出了6成神魂力量，所以对方不发现我的存在都难。听到焚老这样说之后，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看来焚老不惧所谓的这些全魔。既然如此，萧炎也想问一问这武林全魔究竟是为何？他们皆是会老是勾结合作各方世界中神指强者，他们有什么样的目的？武林全魔，我想你在灭神府之中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角色吧？而且你们既然那么强，为何总是与各大世界中选择一些有野心的神指合作？他们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这样做？还是说你们灭神府在进行什么大计划，需要这些人才能完成你们的大计划？萧炎也是努力的分析，自大战天邪神开始，那暗黑魔像的施展者都是这些存有野心之人，而且之前的先天神也是如此，与那全魔交易，让自己神坠魔道，变成半神半魔。虽然获得的很强大的暗黑力量，可是最终还不是败在了萧炎的手中。不仅如此，还有天人界的天人族族长天主也与这些魔物有勾结，如今的天人界却是永远的消失在大咒之中。原本大咒9界，现在变成了大咒8界，难道他们的目的是毁灭大咒的9大界不成？而且天人界的，但是这样细细想来也不太对啊，毁灭这些大界
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益处？然而就在萧炎陷入疯狂分析的时刻，那武林拳魔的嘴角则是诡异的露出森然笑意，阴里阴气的道：结，你们这些人类猖狂不了多久，等我们的计划彻底的完成，你们都得完蛋。就算今日你杀了我，也是于事无补。哼，既然你不说，那么我也没有留你的必要了。日后我便会让你们灭神府付出代价。萧炎冷哼一声，对于武林拳魔，他也已经动了必杀之心。哈哈哈，真是天真的人类，与灭神府作对，你只能死。就算你体内有那强大的神魂力量帮助你，也不可能是抵得过我们灭神府。日后你便是知晓灭神府真正的恐怖之处，那将会是你的无尽噩梦。真是不好意思，我萧炎从来不怕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日你就到此为止吧。萧炎丝毫没有被武林拳魔所说的话所影响，虽然他也知道灭神府非常的神秘强大，如今自己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但是只要对方对自己出手，他也不怕，就算是战死也无所畏惧。这就是萧炎，只有勇者方能站在神界之巅，当然有特殊时也需要学会隐忍，然后缓缓伸出自己的右臂，其上金光缠绕，仿佛是一位神在惩罚一名罪人一般。下一刻，萧炎手臂上的金光直接暴涨，化为一道金色光束，对着武林拳魔的整个身躯轰击而去。金光闪耀间，整个天地都是在这时更加明亮了起来。只见那灭神府队的武林拳魔也没有发出任何的抵抗，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知道，再如何反抗都不可能抵挡住对方如此一招，这一招的威力能够瞬间让其陨落。所以既然如此，就直接不去挣扎了。粉老的力量可不是一名武林拳魔就能够抗衡的。最终，萧炎的这一强大的掌力直接轰击在了武林拳魔的身躯上，顿时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涌入其体内，然后形成一股摧毁之力，瞬间就将武林拳魔的身躯给引爆开来。在这爆炸的瞬间，那些肉体碎末也是给这股力量所蒸发成虚无。随着武林拳魔的陨落，这片天地中的魔气也是烟消云散，久违的温和阳光再度照射大地。这一场猪龙之战终于是彻底的落幕了。猪龙之战的最后，要不是萧炎力挽狂澜，爆发出神圣的可怕力量，击杀了这位武林拳魔，恐怕今日就是圣龙族和祖龙族的灭族之日了。虚空上，萧炎见到武林拳魔终于被自己所彻底的击杀后，心也是逐渐的放松下来，身上那股强大的神魂力量也随之消散，缓缓地落在了地面上。不过身上依旧是传来疼痛疲惫之感。如今自己已经拥有神体和神魂，竟然一时间还是习惯不了粉老所释放出来的神圣神魂力量。这一战也是让的萧炎稳固了一重天位神的神之力量，还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会达到最佳状态。小家伙，我刚刚借助你的神魂力量，已经远超你的神体和神魂容纳度。虽然有焚神诀让你减轻了大部分的伤害，还有小部分还是影响到你的神体和神魂。你现在先坐下来恢复一下。此时粉老的声音也是在萧炎的脑海中响了起来。萧炎领会后，当即盘腿儿做给自己服了一颗先知9品的疗伤丹药，催动体内的世界之力开始缓慢的运转，将刚刚服下的疗伤丹药炼化后所散发出来的药效进入自己的血液以及骨骼中。在萧炎疗伤之际，圣龙族之人先是震惊了片刻后，终于是欢笑出声。这一种是绝处逢生的欢笑。原本以为这一次他们必死，结果在萧炎的力挽狂澜之下，终于是将那最可怕最恐怖的魔物给击杀了。我们胜利了！萧炎万岁！萧炎万岁！此时圣龙族之人在这绝望中再次得到了生存机会后，内心中早已经把萧炎当成了他们的救世主，是万兽神界的传奇人物。而且萧炎刚刚那股金光的能量实在是神圣又恐怖，能够击杀一名无限接近6重天位神的魔物，足以震慑他们所有人，乃至于万兽。日后恐怕在万兽神界中的萧炎事迹将会流传至第1等级世界其他2大神界中，炎帝之名也再度被放大，甚至大宙中的一些强大势力所会听见炎帝这一场猪龙之战的大名。经过丹药的药效发挥之后，萧炎也是渐渐的有所恢复。当他睁开双眼的那一刻，圣龙以及神斩等人也是急忙的围了上来。萧炎，没什么大碍吧？看见圣龙等人的关怀问候，萧炎也是摆了摆手，道：没事，吃了丹药现在好多了，只不过想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一些时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多亏你结束了这一场猪龙之战，不然的话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圣龙对着萧炎便是弯身感谢道，不过却被萧炎急忙的阻止，道：圣龙兄，不用那么客气，我也算是祖龙族的一员，这一场猪龙之战本就有我一份子，如果我不出手，那么祖龙族也将会被灭族。圣龙一听也是哈哈一笑，对于萧炎的这种性格倒是非常的欣赏，如此年纪就有着这等谦虚态度，实属难见。好，大家如今也都是自己人了，都不用客气了。虽然猪龙之战结束了，但是那神龙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说到最后一字落下后，语气也是极度的加重了一些，然后圣龙便是冷厉的看着不远处的神魂体。下一刻，圣龙的身影便是出现在神龙的身边，沉声道：神龙，你罪该万死，不过你也是我们万兽神界的超级神之，留下你的性命或许还有些用处，虽然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我将你关押在堕龙深渊，希望你能够在其中好好悔改。等你有悔改之日，我便会让你放出来。神龙一听是堕龙深渊，脸色也是变得非常的难看起来。传闻那个地方是万兽神界禁地，也是所有神兽以及魔兽的禁地，一旦进去的话，就会遭受未知力量的洗礼，就算强如神龙，也无法长时间在其中坚持，简直就是这些魔兽和神兽的地狱一般。圣龙，念在我们老友的份上，你就绕我这一次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此时，神龙早已经吓破了胆，那个地方实在是让他都感到恐惧。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要不是这一次萧炎展现强大的力量将你们逐一击杀，你们的计划怕是就得逞了。想要活命，就必须让你付出代价，不然你也记不住自己究竟做错了一件什么错事。圣龙也没有相信神龙此时的鬼话，当即直接一招手，蓝光暴涨下，直接将神魂体的神龙笼罩在内。